离开菜园有好几个月了，回来之后突然发现大棚没有了。看看我的大棚，感觉是已经垮掉了，上面的塑料布也被刮掉了。前一阵子刮了特别大的风，整个塑料薄膜就被吹掉了。这个塑料薄膜是6米厚的，其实还是挺结实的，但是因为年头长了，已经有5年多了，边缘固定塑料薄膜的木板，看看远处都已经进水糟掉了，整个薄膜就跟着下来了。这个 PVC 的管子，看看这个地方也断了一截，风还是特别大的。看看边缘这些都已经成这样了，这些都完全糟掉了。看看腐烂程度。豆豆，你又在干活呢？大风把我们里边育苗的2个架子也都给吹倒了。看这一个，还有远处的那个也是完全倒掉了。往年这个时候棚里边应该是生机盎然的，今年棚里边东西就不多了。一是说我离开的时间有点太长了，第二就是大棚被刮坏了，所以里边的一些小菜苗长得也不是特别好。这些是去年的香菜，然后是去年的豌豆，有点干了，一颗大茴香。比较好的菜就是这边这些紫叶莴笋，这些是今年春天的时候粒粒种进来的。这边还有一些十字花科的蔬菜，白菜花啊、西兰花之类的，也是新移栽的，长得也不错。这种早春的时候散播种子种的小菜苗，现在只长了这么小。这边还有2种小青菜，也都长得不大。这边有一点点的蒿子杆，然后这儿还有一些豌豆，也是打算吃豌豆苗和掐豌豆尖的豌豆。边缘的地方还是去年的那些草莓，已经开花了。这边还有一些大葱，这儿还有一点点的韭菜。这边西兰花的周围还有一些水萝卜、樱桃萝卜的苗。现在唯一能吃的就是这些莴笋。我还得想想这大棚该怎么修复。没有大棚，整个棚里边基本上就跟外边是一样的了。不过倒是也不着急，因为现在天气马上就暖和了，已经到4月下旬了嘛，所以我们打算就是把中间2排种上2排的黄瓜了。我看看就找空闲不忙的时候，看看怎么样把它修复吧。其实大家看这个大棚的整个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，平整土地之后，弄上这种木板作为底下的边框，然后木板下边像这个 PVC 管子里边是有钢筋管插在地下的，然后能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。哇，没想到突然又下雨了。这些 PVC 管也是处理起来也是比较简单，看看这些都是一整条10英尺的管子，然后中间这种3通的管，这是边缘的地方，这边也是一根10英尺的管子，然后整个管子这样折叠起来就是20英尺。边缘用这种3通，中间的地方看看这个坏了的地方，这是这种4通的管子把它们连接起来，然后里边就是用这个专门粘 PVC 的胶把它粘一下就行了。整个PVC 结构的架子就是这样搭起来的。然后我这里边是2个 PVC 管之间这部分的间距大概就是2英尺左右。我的整个大棚的长度是大概有32英尺，然后宽度是12英尺。宽度的部分就是一根12英尺长的木头，这边长的部分是2根，一根是16英尺，然后那边也是16英尺，中间是用木头和铁片给它接起来的。这里边是木头，然后外边这个地方，那个下边是用铁片给它固定起来的。当时原来也是用的是一根木头，后来觉得高度有点不太够，太矮了，上边又加了一个。上边加的这个木头就比原来的要薄一些，其实和原来用一样的也行。再看看这个接缝地方的处理，是用这种铁皮把2个木头连起来，然后里边是用木板再给它固定一下。这边是留了一个纱布，这样的话夏天热的时候就把塑料薄膜卷起来，这边就可以通风，又可以防虫子。这个木板到
地面的高度大概也是2英尺多一点儿。这木板的固定也是比较简单的，也是用这种 U 型的扣，然后用螺丝把它固定上。这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，就是 PVC 管子这个地方和木板也是用螺丝固定住的，长度刚好是合适的螺丝，然后把 PVC 钻个眼儿，然后打进去，把 PVC 管和木板先固定一下，然后再用这个 U 型铁扣把它扣住，和这个木板再固定一下。这样的话就结实了。现在这儿有一个，下边还有一个，也是这种类似的，就是这2条就把这一面的 PVC 管固定在木头上了，然后这个木头固定在 PVC 的管上，这样左右2边都是用同样的方式。这底下现在是看不太出来，下边就是用大概2英尺吧，2英尺或者是更长一点的钢筋棍儿，然后把它至少1英尺把它打到地面里边去，然后剩下的部分把这个 PVC 管给它套在里边，这样的话就固定在地下了。整个大棚其实就是这样了，整体思路还是挺简单的，而且使用寿命其实也是挺长的。今年是因为实在是刮了太大的风了，再加上年头长了，5年多了，塑料薄膜本身也有坏的地方，再加上这种木板被水泡了，坏掉了，可能固定薄膜就没有那么结实了。其实这个老棚当时固定塑料薄膜的时候，是为了省钱，直接把塑料薄膜拉紧之后，用钉书钉先钉上一层，然后外边再拿木条给它压一层。钉书钉就是像这种钉网这样钉上，然后钉2排。专业一点的话，就用那种卡槽先固定在木板上，然后是把塑料薄膜卡在里边，然后再给压回去。我的新棚就是那样处理的，等会儿可以稍微看一眼。这个新棚是修完老棚的第2年修的，大概现在也有4年多一点了。是用这种，看看下边有这种铝合金的卡槽，然后可以用螺丝把它钉在木板上，然后塑料薄膜拉下来之后，把这个卡槽里边是有配这种铁丝的，把它压进去卡住就行了。这个是非常结实，而且也不容易坏。其实修完大棚的话，如果图省事儿，2边的这种框架没有必要像我这样也把它钉成木框，搞这么复杂。其实简单一点，能把它封闭住就行了。但是因为我想留个门嘛，所以还是要做个门框，做个支撑的。然后当时里边是为了防止刮大风的时候，整个门框这部分被风吹倒啊，或者是吹歪，所以又做了这样的一个支撑。这个木头下来，然后是固定在地上，这边也是和旁边的边框又固定一下，这样的话能让它更结实一点。所以整体上看，这次刮特别大的风，只是把塑料薄膜给刮下来了，但是整个这个整体结构其实并没有被破坏。如果不是这次被大风刮坏的话，我感觉这个大棚应该还是能用很久的。我等会儿把大棚里边再稍微的整理整理，把这些架子给它扶起来。丽丽回来，我们把这些架子搬出来，看看后边天气没有低温了，就可以把黄瓜移栽进来了。种2排，然后用那种 T-pose 的打到地里边来给它搭2排的架子，这样的话种黄瓜也会更好一点。哎呀，雨已经下大了，不知道一会儿还有没有机会干活了。天气预报显示一会儿要下比较大的雨，可能要下3、4个小时了。我先回去，至少穿上雨衣，拿个雨伞吧。